州为什么总被说成大县城？广州城市发展模式与全国大部分城市有什么不同？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？作为中国4大一线城市之一，广州经常被网友调侃为大县城。尤其是一些第一次来广州的人，经常会有这样的感受：刚从珠江新城出来，觉得高楼林立，非常现代化。转过几条街，突然就看到城中村、自建房、老厂房混在一起。再往外围走，甚至还能看到村屋、工业区和商品房小区挨着建。很多人就会问，同样是东部发达城市，为什么广州看起来和杭州、苏州、深圳的城区这么不一样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广州独特的城市发展模式。首先要说明一点，广州并不是城市建设落后，而是走了一条和很多中国城市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。如果把中国城市分成2类，一类叫规划型城市，另一类叫生长型城市，那么广州恰恰属于后者。什么叫规划型城市？以杭州钱江新城、苏州工业园区、合肥滨湖新区为例，这些地方的发展模式非常相似。首先，政府划出一大片土地，统一拆迁，统一规划，先修好道路、地铁、学校、公园，然后再招商引资，最后企业来了，人口来了，房子也建起来了，整个过程按部就班，井井有条。所以这类城市最大的特点就是整齐，道路笔直，建筑风格统一，城市界面非常漂亮，第一次去的人往往会觉得很震撼。而广州恰恰相反，广州更像是一座长出来的城市，很多区域的发展顺序是这样的：先有产业，然后人口涌入，接着村集体开始建房，工厂开始扩张，最后政府在修路、修地铁、建学校。也就是说，产业走在前面，城市建设跟在后面。这种模式在广州周边特别常见，比如黄埔、白云北部、番禺南部、增城新塘等区域都经历过类似过程。所以广州的城市化并不是画出来的，而是长出来的。这种模式带来了一个明显特点，那就是城市界面不统一。在很多城市的新区，你看到的是成片开发，几十栋楼一起规划，商业、住宅、公园统一设计。而广州往往是另一种景象，一边是高层住宅，旁边是工业园，在旁边可能是城中村，再远一点又是物流园区，各种功能混杂在一起。于是很多外地人就会觉得，这不像大城市，更像一个放大版县城。但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广州会形成这样的模式？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广州是一座典型的产业城市。过去40多年，广州最大的任务不是展示城市形象，而是吸纳人口、发展经济、扩大就业。对于一个每年吸引大量外来人口的城市来说，最重要的是有地方住、有工作干、有工厂生产。至于建筑是不是整齐，反而没有那么重要。因此，广州形成了大量城中村和自建房。这些地方虽然影响城市观感，却为数百万外来人口提供了低成本居住空间。从经济角度看，它们实际上是广州高速发展的重要基础，这也是广州和很多新区城市最大的区别。新区城市更像精装修房，规划统一，看起来漂亮；广州则更像一个长期经营的老商铺，不一定精致，但功能非常齐全，各种产业、各种人群都能在这里找到位置。这种差异也体现在房地产市场上，在很多新区城市，房价往往跟着规划走。一个新区启动，地铁来了，学校来了，房价就会上涨，属于典型的预期驱动。而广州则完全不同，广州的房价更看重流动性，简单说就是房子好不好卖，有没有人接盘，有没有新增人口。因此，广州各区域之间分化非常明显。同样是广州，有的板块上涨，有的板块却长期横盘甚至下跌。近年来，这种现象尤其明显，改善型购房资金开始向黄埔集中，原因就在于黄埔拥有产业和人口增量，科学城、知识城不断吸引企业和年轻人口进入。而一些传统改善板块，由于缺乏新增需求，流动性开始下降，于是资金逐渐流向更有增长潜力的区域。从城市空间看，广州也形成了典型的多中心结构。天河是金融商务中心，黄埔是科技产业中心，
白云新城正在崛起，南沙承担港口和对外开放功能，多个中心共同存在，但彼此之间并不像很多新区城市那样整齐有序，而是通过长期发展逐步连接起来。广州这种模式到底是优点还是缺点呢？其实两者都有。缺点很明显，城市界面不统一，部分区域观感一般，城市更新难度大，改善型居住体验参差不齐。但优点同样突出，产业基础扎实，就业机会丰富，城市包容性强，对不同收入群体都有容纳能力，经济韧性也更强。所以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广州为什么总被人说成大县城？本质上，这是因为很多人用规划型城市的标准去评价一座生长型城市。如果只看建筑和街景，广州确实不如很多新区城市整齐。但如果看产业、就业、人口吸纳能力和经济活力，广州依然是中国最成功的城市之一。它不是一座被设计出来的城市，而是一座在2000多年历史中不断生长出来的城市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广州或许不是最漂亮的城市，却始终是中国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。